沒有尾巴的海豚是不可能會游泳的，但這兩個小孩卻耐心地抱着他教他划水。海豚感受到了他們的關懷，他努力扭動着身體，小孩根本抓不住他。很快，海豚掙脫了孩子的懷抱，在水面上掙扎起来。院長聞聲趕來，他生怕海豚會被淹死，不料海豚並沒有直接沉底，而是左右擺動身體，在水裡游了起來。所有人都非常開心，海豚有救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男孩從家裡拿來一大堆玩具，他们對海豚的康復很有好處。看到好玩的，海豚高興極了，興奮地仰起了頭。在玩具的配合下，海豚恢復得很快。1個月後，他已經能像正常海豚一樣自由活動。然而，這個時候，男孩卻碰到了麻煩。這天，男孩從海洋醫院回家，卻發現老媽面色陰沉，暗藏殺氣。他還沒反應過來，就被劈頭蓋臉一通臭罵。原來，他為了照顧海豚，已經1個月沒去學校了。老媽讓他明天必須去上學，否則就送他去封閉式學校。男孩解釋不通，傷心地哭着跑開。這時，一旁的親戚看不下去了，大伯語重心長地說：“自從男孩爸爸去世後，男孩對待事情就從來沒有這麼認真過。”老媽愣住了。第二天，他開車送兒子去海洋醫院，要看看他到底在幹啥。不過，老媽剛進醫院就被嚇了一跳，這裡儼然是一座小型的博物館，前來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。男孩帶老媽逛了一圈，給他介紹了許多種海洋生物。當他們來到天台，老媽看見缺了尾巴卻仍然堅強求生的海豚，大為震撼。她終於明白，兒子並沒有不學無術，而是在為動物保護事業奮鬥。俗話說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老媽想通了，同意讓兒子在海洋醫院幫忙。而且不光是嘴上支持，他還給兒子買了一條昂貴的泳褲，表示鼓勵。爸爸去世後，悲傷的家庭氛圍好不容易得到緩解。然而沒過多久，一則噩耗卻再次擊潰了他們。這天，男孩高高興興地回到家，卻發現老媽和親戚正在痛哭。老媽告訴男孩，他的表哥在戰場上負傷，落下了終身殘疾。自從父親去世，活潑好動的表哥一直是男孩的精神支柱，而現在柱子塌了。深夜，男孩惦記着表哥的情況，無法入睡。他獨自來到海洋醫院，向朝夕相伴的海豚訴說着自己的悲傷。海豚雖然聽不懂人類的語言，但聰明的他卻能感知到男孩的情緒。他用嘴巴托起男孩的腳，嘤嘤嘤地撒起嬌來。男孩以為海豚餓了，起身去拿零食，但海豚哪裡是肚子餓，他只是在想辦法安慰男孩。趁着男孩不注意，海豚噴出一大口水，把男孩嚇了一跳。看到男孩狼狽的樣子，海豚更來勁了，咧着嘴哈哈大笑。不過這還只是海豚的第一步。等男孩擦乾身子，海豚又騙他拿來玩具。等男孩想把玩具遞過去時，他卻故意不接，直接把男孩拖進了水裡。男孩落水，海豚繞着他歡快地游動起來。男孩這才發現，海豚奇怪的舉動其實是想轉移他的注意力，讓他不再沉浸於悲傷。於是他們打起水仗，刺濺的水花洗去了男孩心頭的陰霾。接下來，海豚又讓男孩抓住自己的背鰭，帶他一起游泳，一人一魚在水中徜徉，自由地穿梭。月光灑進水面，溫柔地包裹着這對相互慰藉的伴侶。波光粼粼，他們緊緊相擁，久久不願分開。一夜過後，男孩振作了許多，他心血來潮，打算教女孩玩遙控飛機。沒想到女孩是個急性子，才學了3分鐘就想搶遙控器，一通騷操作，小飛機成功着陸，直接解體。女孩大呼過癮，可就在她想再來一次時，醫院的人卻讓他們趕緊回去，海豚又出事了。